秦始皇，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六国的皇帝，以其雄才大略和非凡的统治手段，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先河，被誉为千古一帝。秦始皇陵作为他辉煌一生的终极归宿，更是以其宏伟的规模和神秘的地下宫殿，成为世界考古学上的一大奇迹。尽管历经2000多年，秦始皇陵至今仍未被完全打开，原因在于其复杂的结构和保护文物的技术难题。但秦始皇的故事是否只限于他一人的传奇？他陵墓的周围是否还隐藏着其他的秘密？在秦始皇陵外城东墙约350米的上焦村，流传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据传上焦村内有一处荒凉的乱葬岗，那里埋葬着许多的古旧墓葬。据村民们叙述，这些幽暗的墓穴是当年参与修建秦始皇陵的工匠们的墓地。他们在完成了那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大工程后，却遭到了无情的杀害，被遗弃在这片人迹罕至的角落。而当考古队来到这里打开墓葬，却发现了令人揪心的一幕，墓中的尸骨多被肢解，身首分离，仿佛受过非人的折磨。然而墓中的随葬品却异常丰富，这种强烈的反差不禁让人对墓主人真实的身份和死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考古学家推测，这些墓葬的主人可能并非是修墓工人，而是与秦始皇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他们可能是秦始皇的儿女，其中还有一位大秦公主嬴隐曼。那么这些墓主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他们因何死得如此凄惨？本期视频眼见古今将带你走进这段尘封的历史，深入探秘上焦村古墓群，揭开秦始皇子女的惨死之谜。1976年的秋天，陕西省考古队正在秦始皇陵墓周边进行勘察。秦皇陵就在骊山之中，它的周围应该也有不少有价值的古代遗迹。听到了前面提到的传说，自然引起了考古队的重视。考古队员们带着好奇和敬畏之心来到了上焦村，试图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他们随即在村民们所说的地方开始探测，这片区域的古坟看似杂乱无章，其实内有玄机。考古队在村外的树丛间发现了整整17座甲字形墓葬，且全都带有斜坡，坐东向西，南北纵列，面向始皇帝陵展开。在秦汉时期，这样的墓葬规格等级应该属于皇族或者贵族，不能是普通的工匠。考古队认为这些墓葬十分的奇特，属于贵族陵墓，但规格并不符合标准，好似一个集中埋葬尸骨的地方。但地理位置与秦陵相近，其规模和布局也显示出与皇室的密切联系。考古队推测，这些人全葬在始皇陵的近旁，这进一步说明他们生前一定是与始皇帝亲近之人，甚至可能是他的宠臣或亲属。这个墓葬也许可以揭开更多秦始皇陵的秘密，这让考古队非常兴奋。按理说，既然能够与始皇帝搭上关系，其身份背景定然不凡，即使没有像样的古墓陵寝，也不能一字排开，像乱葬岗一样。考古队里的老专家提出了一个想法，他向队员询问了一下，咱们现在所挖掘的地方就在骊山的秦皇陵旁边，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其视为一种陪葬墓呢？考古队从古墓群的地理位置和规模上分析后，认为这群古墓确实极有可能是秦陵的陪葬墓群。在中国历史上，秦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但是太过于短命，以至于没有为后人留下多少记载。此次的陪葬墓发掘让考古队和历史学者们充满期待，希望能从中找到更多关于秦朝的宝贵资料。在正式发掘之前，考古队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他们分析了古墓群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并制定了详细的发掘计划。考古工作者按照常规对墓葬群进行了发掘清理，希望找到与秦皇陵有关的线索。谁也没想到，结果竟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揭露了秦帝国历史上
一个惨绝人寰的宫廷阴谋。时间来到第2年，1977年，上郊村墓葬群发现的17座墓葬已经被清理了8座，每一座墓葬都被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墓葬间隔在15米到30米之间，排列有序。8座墓葬有2座呈方框墓，6座呈斜坡道方框洞式墓。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墓葬，除了墓室之外，都设有壁龛，用于放置陪葬物品。墓葬的葬具为一棺一椁的配置，其中2座墓葬虽仅有一椁，但在形制上依然将椁划分为头箱、脚箱和棺室，显然也是遵循了一棺一椁的规制。而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8座墓葬的清理可不轻松。墓葬里的随葬品凌乱不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墓主人的尸体情况。当考古队将这些墓葬打开时，无不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原来墓葬里的墓主人大多死状凄惨，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被乱刀分尸。已发掘的8座墓中，每一座墓中都发现了一具棺材，其中7座含有人骨，包括5具男性和2具女性尸骨。另外一个墓里只有一把青铜剑。然而这些尸骨的摆放极为凌乱，许多肢体分离，甚至头骨上还留有箭头，表明这些墓主死前遭受了极端的残忍对待，显然是非正常死亡。这些发现让考古队员们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们意识到这些古墓背后隐藏着一段残酷的历史，惨烈之状让见过很多大场面的专家们都为之动容。考古队先发掘出的是第17号墓，墓主人是一名女性，头、身、下肢分离，左脚与之分离。第16号墓内是一名男性遗体，身手分离。第15号墓内为男性遗体，头、身、四肢分离，而且头骨在洞室门填土中，有颞骨插铜足一只。第12号墓和第10号墓的2名男性遗体也是身首异处，四肢分离。第11号墓内的女性遗体倒是骨骼完整，但上下颚错位，这是被缢死的人才会有的特征。此外还有第18号墓，墓中只有一把铜剑，未见人骨。这些尸骨的状态可谓惨不忍睹，很难想象他们生前犯了什么大罪才会遭此横祸。通过科学检测，还发现一个更奇怪的现象，这7具尸骨死前年龄都不大，在20岁至30岁左右，非常年轻。在古代一些王朝，皇帝死后的确有活人陪葬的现象，但多数都是一些无子女的妃嫔，很少会出现用年轻力壮的男子陪葬。从已经发掘的8座墓的情况可以推断，剩下的9座墓情况和已发掘的差不多。非常诡异，上郊村墓葬群的墓主人为什么都是非正常死亡？他们究竟是谁呢？又因何而死呢？而更诡异的是，即使墓主人的死状如此凄惨，但这些墓葬在礼制方面却并未降低标准，基本都是采用一棺一椁的配置。这个配置放在古代周礼中是阶级的标配。在古墓的外表看来确实有些简陋，但墓里的陪葬物可不简单。从墓中发掘出的陪葬品虽然凌乱无章，但分量却是诚意十足。陪葬器物总计超过200件，涵盖了金、银、铜、铁、陶、玉、钴、漆等多种材质。具体来说，金器包括4件金箔条，银器则有1件银蟾蜍，其口腔内刻有少府2字。铜器多达42件，包括元首剑、铁挺铜足、铜镜、铜印章、铜带钩、铜铃等，其中2枚铜印章上分别刻有荣禄和阴曼的文字。陶器数量最多，达到64件，包括陶瓮、陶仓、陶釜、陶鼎等。除此之外，还有贝氏器13件，骨器9件，以及7耳杯的残疾等。这些陪葬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繁多，毫无疑问，这是王公贵族才有的待遇。经过清理，陪葬物里发现了很多秦朝少府宫官制作的玉物。少府是专门管理皇宫的机构，少府制作的物品属于皇室用品。
由此可见，这些古墓主人必是皇族贵人。考古队员们带着各种疑问继续寻找线索。出土的玉璧和玉环各一件，这些玉器的使用在当时都是身份的象征。然而墓主人却身首异处，葬礼草率，表明埋葬者在陪葬品的选择上虽然考虑了墓主身份，但并未完全按照其身份配置随葬器物及棺椁，显示出一种敷衍的态度。尽管他们能陪葬在帝陵旁，使用少府的器物，显示他们的贵族身份，但他们的死葬情况却表明他们在生前遭遇不幸，甚至可能死于非命。葬礼的草率也反映了这一点。这些众多矛盾的现象构成了一个个谜团，考古队试图从历史的长河里找出一个真相，对其进行解释。考古专家们在深入研究史料后，终于在《史记·李斯列传》中发现了关键记载：公子12人戮死咸阳市，使公主折死于度。意思是秦二世胡亥在位期间，对自己的兄弟姐妹进行了残忍的屠杀。有12位公子在咸阳市被处死并沉尸示众，10位公主在杜县被施以车裂的酷刑，悲惨死去。对此，老专家做出了大胆的推测：这些墓葬群的墓主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秦二世处死的兄弟姐妹们。面对着残破的尸身，考古队员很快认同了这个的推断。很明显，这些公子公主身份尊贵，完全享有陪葬在秦皇陵的资格，但他们是以最臣的身份被处死的，而且躯体被肢解，所以死后只能被草草掩埋。至于陪葬品，虽然摆放起来不成体统，但到底还是比较符合他们的身份的。另外，根据史书的记载，诸公子和公主被杀的时令是在20元年春天，秦历在1至3月的寒冷时候，发掘中发现有修墓人烤火的炭迹，这说明当时天气很冷，这与胡亥诛杀诸公子的时令相吻合，文献和实物互相得到了印证。因此，考古专家推断，这些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秦始皇的儿女。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猜测，认为这些墓主可能是与秦始皇关系密切的其他皇室成员。然而，结合墓葬的位置、规格以及陪葬品的特征，墓主为秦始皇子女的可能性最大。但一个印章发现，为揭开上焦村古墓群的神秘面纱提供了关键线索。在其中一个女性墓中，出土了一枚丝印，为3层台形，巧钮，阴刻小篆，印文为阴蛮。专家们查阅史料后发现，其所有者应该是秦始皇的女儿嬴阴蛮。这一发现让考古队员们激动不已，他们意识到，这些不起眼的墓室内埋葬的可能是大秦的公主。她作为公主，而且能够有一枚自己的丝印，说明她生前应该生活得不错，这在秦始皇在世的时候应该是享受着荣华。但是这位年仅20岁，本该备受宠爱公主，却如此凄惨地被埋葬于此。在古代中国，公主的身份本应是高贵而荣耀的，她们的人生轨迹通常被记载为光辉的篇章。然而，嬴阴蛮的命运却充满了悲剧色彩。根据史书寥寥几句记载，她在秦二世胡亥登基后不久便遭遇了不幸，成为了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她的死状极惨，这与考古队在墓中发现的惨烈场景不谋而合，令人不禁对那个时代的残酷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考古学家们在嬴阴蛮的墓葬中发掘出的陪葬品，虽然无法完全复原他生前的奢华生活，但从中依然可以窥见一二。金银玉器、华丽的漆器、丝绸等物品，不仅显示了他的皇族身份，也反映了秦朝当时的工艺水平和审美风格。这些珍贵的文物就像是穿越时空的使者，向我们讲述着一个关于辉煌与悲剧交织的历史故事。现在就剩下一个疑问：秦始皇的子女们为什么会被残忍屠杀，并埋葬于秦始皇陵旁边？让我们一起跟着已知史料，进入那个首先实现大一统的秦朝，寻找答案。嬴阴蛮又称嬴养子，他的生母和具体的生卒年份
并未在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只知道他大约在秦二世元年的春天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据说赢阴曼的母亲地位不高，但是长得花容月貌，赢阴曼也是非常讨秦始皇喜欢，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赢阴曼生前的生活十分奢华。然而公元前210年，赢阴曼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帝5次巡游，驻跸沙丘平台宫。秦始皇这时才49岁，但已经身染重病，奄奄一息。直到这时，他还很厌恶谈论死亡，导致没几个大臣知道他的病情。他犯下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大秦帝国一直没有宣立储君。不久，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撒手人寰，留下一个风雨飘摇的帝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见证秦始皇最后时刻的是3个人：赵高、李斯和幼子胡亥。这3个人共同酝酿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伪造遗诏，杀掉长子扶苏，让胡亥即位为秦二世，史称沙丘之谋。在司马迁的笔下，沙丘之谋的经过是这样的：秦始皇临死前写信给远在长城监军的长子扶苏，你回咸阳来参加丧事，在咸阳安葬我。然而秦始皇死后，掌管印玺事务的赵高却没有将信发出。他找到胡亥，怂恿胡亥即位。胡亥起初还有些害怕，但禁不住皇位的诱惑，点头同意。赵高又找到丞相李斯，李斯得知赵高来意，起先严辞拒绝，后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之下，最终屈服，参与伪造秦始皇遗诏，杀掉扶苏和蒙恬，让胡亥登基，成为秦二世皇帝。关于沙丘之谋的种种细节，胡亥害怕，李斯抵触，犹豫，赵高一步步说服他们。司马迁写得栩栩如生，仿佛亲眼所见。根据史书记载，扶苏被赐死后，胡亥登基称帝，成为秦二世皇帝。尽管除掉了最大的竞争对手，然而胡亥并没有停止血腥的杀戮。胡亥继位后，对皇位的正统性深感不安，担心自己的兄弟姐妹会与他争夺皇位。赵高深知胡亥的忧虑，便不断怂恿他铲除潜在的威胁。在赵高的教唆下，胡亥开始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痛下杀手。胡亥的12位兄长在咸阳市场上被斩首示众，公子将吕等3位皇兄被囚禁在内宫里，最后3人流着眼泪拔剑自杀了。公子高见势不妙，想逃跑，又恐家族被株连，于是就上书胡亥，请求为秦始皇殉葬。胡亥见到公子高的奏书，大为喜悦，此前10万以葬。胡亥连自己的姐妹也不放过，把10位公主折死。折是古代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这就是迎阴满墓出土后棺椁里的尸骨非常凌乱的原因所在。上焦村陪葬墓的发现，有力印证了沙丘之谋之后的血腥屠杀。司马迁描述的沙丘之谋是真实存在的。胡亥赐死扶苏后，所有人都怀疑那不是秦始皇的命令，怀疑他继位的合法性。胡亥因此心虚，他以疯狂杀戮来杜绝传言。胡亥残忍地除掉了兄弟姐妹，但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仍然按照较高的礼制下葬于秦始皇陵墓旁边，陪伴着他们的父亲秦始皇。在已发掘墓葬中，有一座空墓，随葬品级别最高，但棺椁内只有一柄青铜短剑，而未见人骨。有学者大胆推测，他很可能就是被赐死的秦始皇的公子扶苏的衣冠冢。根据史书的记载，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他文武皆备，为人宽仁，有政治远见，本是较理想的王朝继承人。为了救几百名违反禁令人的性命，而直谏皇帝，惹毛了他父皇，被罚到边境，和蒙恬将军一起守护边疆。假诏书到边疆后，仁孝的扶苏被赐剑自杀于上郡。第18号墓只有铜剑一把，未见人骨，可能是他的衣冠冢。文献和实物不仅有相互的印证，仿佛是历史的回响。
考古发掘为秦二世屠杀兄弟姐妹的历史惨案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这些实物的证据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秦始皇的诸位公子公主都死于骨肉相残，他们都是在非正常死亡后单独埋葬的。与他们的尸骸一同埋入冰冷地下的，还有那段也许永远不为人知的残酷的历史真相。踪迹以上，被秦二世胡亥所杀的始皇帝子女20余人，女10人，共30余人惨死在赵高等人的屠刀之下。有人统计过始皇帝的子女共有40余人，除夭亡病死的外，经过这次的屠杀，弥有结矣了。难怪唐暴荣在《长城》诗中作出“奈何家天下，骨肉尚无恩”的感叹。这种结局应该也是秦始皇帝所始料不及的吧。而残杀自己的兄弟姐妹的胡亥也没有落得什么好下场。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后，6国的旧贵族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复国大业。胡亥当上皇帝后，整日沉溺于享乐之中，对朝政不管不顾。赵高则趁机掌控了朝政大权，将胡亥玩弄于股掌之间。后来赵高为了自己称帝，派出阎乐逼迫胡亥自杀。公元前207年，在位仅4年的胡亥被赵高的女婿阎乐所逼迫，不得不自杀，年仅24岁。这场兄弟相残、君臣相杀的血腥屠戮，其规模之大，杀亲属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的发生从表面现象看，导因于赵高。赵高是一位得势的小人，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小人无能，只有在得势之时以权力杀人，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是从深层来看，则有其更深的文化含义和历史背景。在那个权谋交织、皇权至上的秦朝时代，胡亥的篡位和残暴统治如同一场暴风骤雨般席卷了整个帝国。他的兄弟姐妹们，这些皇室血脉的传承者，无一幸免于胡亥的铁血手段。在这场血雨腥风中，秦始皇的女儿嬴阴霾，尽管身为女性，本不应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却同样面临悲剧。嬴阴霾的死是秦始皇子女们悲剧命运的缩影，他的故事成为了后世对于秦朝宫廷内斗、血腥场面的生动写照，更是对那个时代女性命运的深刻映射。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中，即使是皇室的女性成员，也难逃被权力斗争所牺牲的命运。这种斗争中外似乎一样。罗马塞维勒斯皇帝死后，安东尼拉斯曾与其弟格塔同时执政。公元212年，他杀了格塔，由他一人单独执政。附魔城的奥列威罗托也曾杀了其舅卓凡尼，弗良尼自立为附魔城之主，后来他也被诱杀。皇室内部的残杀根源在于对权力的争夺。从人性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恶的表现；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这是新旧权力更迭中的必然结果。得势者成为新的统治者，而不得势者则面临被杀或被贬的命运。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始终如影随形。大秦子女惨死在兄弟手下，正是这样一段历史的缩影。秦始皇陵这个未被发掘的帝王陵墓，根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陵内部设计精巧，充满了各种机关和陷阱，如流沙层、暗弩等，这些都是为了防范盗墓者而设置的。这些机关的存在，使得任何试图进入地宫的尝试都充满了危险。此外，现代科技的探测也证实了地宫中确实存在大量的水银和金属，含量远超正常值。在这样的保护措施下，秦始皇陵的地宫至今未被真正打开过，这也使得它成为了考古学上的一个未解之谜。也许有一天，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考古技术的发展，它会打开，届时我们或许能够更加完整地拼凑出秦始皇时代的全貌，理解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和他们留下的历史遗产。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上焦村迎阴满古墓群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索秦始皇时代墓葬文化的难得机会。这些古墓群虽然不及秦始皇陵的规模，但它们的存在和发现，无疑为我们揭开了秦始皇陵以外的另一层神秘面纱，让我们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探索那个时代的墓葬历史文化。你认为秦始皇陵中可能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欢迎您在评论区分享您的想法和见解。